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苏探。今天我的朋友斯坦来跟我们讨论候选人，因为呢，我觉得在台湾有一些部分不会有差太多了。这一次主要的4个候选人对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其实黑叔是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对台湾民生问题跟国内政治方面，2个党甚至已经3个党互相之间骂的东西、骂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那政策上有一些细节是可以讨论的。你会认为，比如说民进党他在比方说社会福利会做的比较好一点啊，那国民党可能就是跟一些大企业的关系也会不错了。这些是他们的细节的部分，但是大致上台湾整个国家的方向，我觉得以国内政策来看，其实差别没有像对外政策的那么明显。比如说我们看你刚刚讲到就是对中政策嘛，对中政策其实除了对中政策，这个就是整体台湾在外交上的一个角色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我们可以说它是2个立场之间的选择，一个是同属一中，另外一个就是互不隶属。那互不隶属的候选人是谁？就是赖清德跟萧美琴嘛，因为他们就是也有表态嘛，台湾就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台湾必须要就是继续走自己的路线嘛，然后也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跟尊重台湾的那个主权、台湾的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主的制度。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可以决定，只有这块土地的主人2350万的人民才可以决定。那另外一个阵营的，因为最近那个郭台铭退了嘛，郭台铭不选了，但是我们如果是看侯友宜跟柯文哲，也可以看他们以前讲过的东西，从柯文哲的那种两岸一家亲的那个论述，到侯友宜就是都是一家人。我对两岸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到今天我还是认为两岸之间一家亲比一家仇好。是台湾在欺负中国，我以为是中国在欺负台湾。两岸彼此之间要和平相处，对话交流，亲像一家人同款。一家人同款，你是在讲啥小？就是整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就是一个维持那种一中的一个看法，跟那种比较老的那种中华民国的那种说法的那种老的主张，并且他们也一直都是跟中国保持很密切的往来嘛，所以在这时候台湾人要走的选择，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的盟友是谁？如果是民主国家，如果是日本、美国、加拿大、欧盟各国、英国、波兰、西班牙那当然就是你要选一个跟民主阵营这边的关系比较好的候选人。因为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不同的阵营的人，无论是他是民众党的或他是中国国民党的，然后他们也会说一定是要跟中国发展关系，他们对所有的问题的唯一一个答案就是中国。但是我觉得如果各位去想贸易，世界很大，世界不只有中国，世界现在也很多就是在发展很快的国家，我们看印度我们看印尼我们看越南其实你能在哪里投资，然后你能选择哪一些国家成为你的盟友，其实我觉得要把眼界打开嘛，就是你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了，所以你能投资的地区，你能投资的国家多得很，就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的眼界都放在好像是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地方了，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投资了，世界很大。我觉得按照我经验，因为我曾经也帮公司谈生意，是中国不会希望别人跟他们一直发展，他们不懂双赢这个概念。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跟中国合作，一定可以赚很多钱，因为那个市场很大。但是问题是，那个市场不是给你，也不是给中国人，那个市场是给共产党。因为在中国，大部分比较大的公司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没有私立公司这件事。不然你可以问马云，就他怎么想这件事，他应该蛮清楚吧。中国人口很多，但是市场本身的消费力是很低的，再加上你每次在进到这个市场的时候，你要想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极度不公平的，而且它也有强制技术转移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共产党觉得这个
企业要属于他们的，所以他就会想尽办法把你赶走，然后把你的企业也抢走，然后让在中国市场上出现跟你的商品长得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是50%而已。最近其实因为中国的那种新的反间谍法，他们就是有做一些修改，现在就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帮就是中国的情报单位在监督人，跟帮他们就是打那个小报告嘛，然后非常容易灌罪。现在连那种做调查的公司，比如说就是有调查有没有符合安规嘛，有没有违反什么人权等等，连这些公司都在中国待不下去。为什么待不下去呢？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被中共政府展开调查，以反间谍法为名义展开调查，所以就是你会被间谍，就是中共说你是间谍，你就是间谍，而且这个可能不只是让你失去一大堆钱，你可能也要面临那种要坐牢的那种风险啊。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开始后悔啊。那针对他们对台湾的统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什么两岸一家亲啊，然后用一些非常奇怪的那种谬论。本来就不同的国家，什么是主权独立国家？主权独立国家要有固定领土嘛，台湾有嘛？固定人口嘛，有嘛？有效政府有啊。跟其他国家往来的能力也有嘛，台湾也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货币，中国人到台湾都要办签证啊，那何来的一家人？而且我觉得你身为西班牙人，你应该是会有一个感觉，因为讲西班牙文的国家那么多，因为中共那边常说我们是同文同种啊，只有我们用那个中文啊，墨西哥人也不会说我们是西班牙人啊。感谢黑苏斯的邀请，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的观看，然后一定要订阅黑苏斯的频道。不用订阅频道比较好，都订阅，下次再见，拜拜啦。